那么第二位，我们有请的专家是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、宏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勇老师，有请王所长。好，尊敬的各位领导啊，尊敬的各位同仁，大家下午好，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王勇。今天呢，我的发言的主题是从张哲瀚事件看法治。那么在2021年呢8月13号呢，发生了一起813事件。这个事件的简要的案情是这样的：在8月13号，在微博上，数百个营销公号、微信公号同时发布了演员张哲瀚在2018年的一次日本旅游，在乃木神社的樱花林拍的一张照片，舆论将其定罪为参拜靖国神社。在去年12月份之前，我都不知道张哲瀚这个人，我也从来没有看过张哲瀚演的电视剧，我现在都说不出张哲瀚演了哪一部电视剧。但是作为一个法学教授和我们的法学同仁，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。我们对此进行了独立的研究。我们认为这个事件是网络时代一起严重的破坏法治的事件，是网络时代的文革遗风事件，应当引起法律界的高度的重视。今天我主要谈3个问题：第一是事实问题，第二是法律问题，第三是政治问题。事实问题，在张哲瀚的813事件当中，网络定罪其参拜靖国神社，这是一起诽谤事件。诽谤有3个特点：第一是传统的技术，将张哲瀚在樱花林的照片通过技术的 PS 将背景更换为靖国神社。第二，特别高级的是修改百度词条。张哲瀚和戴维夫人在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当中，与戴维夫人有一张合影。大家知道戴维夫人是中国的老朋友，苏甘洛总统夫人。但是在8月13号前一天，有人将戴维夫人的百度词条进行了修改，将戴维夫人是苏加洛的夫人改为苏哈托的夫人，而苏哈托是屠杀华人的罪魁祸首。时间是如此的巧合。第3个特点是，有800多个营销公号、微信公号在同时发布了这个故事的消息，还有大量的水军机器人在相关的报道上发表评论。我们有一些官媒不明真相，也可能是小编在那操作，转发相关的这些消息，舆论最终失控。第4个特点是，中国演说行业协会利用网络上的这些信息，没有经过正当程序，采纳了网络定罪，直接发布，在8月15号发布劣迹艺人名单，进行全行业对张哲瀚进行联合抵制。这就是这个事件的4大特点。那么其中的法律问题是什么呢？首先涉及到，当一个公民的名誉权、人格权受到侵害，捏造事实，这就是民法典所规定的诽谤和侮辱，它构成民法上的诽谤的名誉侵害，人民法院应当立案。但是张哲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普通的公民，在向人民法院提交诽谤名誉侵权的起诉状，我们的人民法院拒绝受理。这个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立案登记制，并且年底一再强调的不得拒绝公民的起诉，是完全相悖的。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民的法院权利是从何而来。第二，比较让人欣慰的是，张哲瀚提起了
刑事诽谤指导，公安部门受理，现在等待是否立案的通知。第三个问题，法律问题，就是关于中国演出业协会。中国演出业协会在将张泽汉列为劣迹艺人，应当经过一个正当的程序。协会说是通过道德委员会，但是道德委员会的名单程序、听证程序一概没有执行。从8月13号到8月15号，时间相差几天。第二个问题，一个协会在惩处一些演员的时候，能不能用“劣迹艺人”这4个字？我认为法律不侮辱他人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。法律连犯罪分子都不能侮辱，只能是惩处，不能游街，不能提高。一个协会哪来的权利，能用一个成语上的劣迹斑斑的劣迹去定义他人？法律的词语应当是具有技术性，更何况这个劣迹这个词，内涵也很活泼。哪些人是劣迹啊？违法失德的都是劣迹。那张艺谋当年违反计划生育政策，生了3胎，罚了700多万，这是不是劣迹艺人呢？还有林肯总统诸如此类的，哪一些是劣迹呢？哪一些不是劣迹呢？协会虽然不是立法机关，但是应当遵循法律的基本原则，给予一个标准。这是第二。第三，协会不是行政机关，但是他做出的这样一种联合抵制，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处罚，是行政处罚当中的行业性质，是对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的劳动权的一种剥夺，但是在程序上没有任何保障。第4个问题是涉及反垄断法。反垄断法第13条的第5款明确规定了联合抵制交易是一种垄断协议。在协会的组织下所发布的这样一种名单，并且号召联合抵制，完全构成了反垄断法的第13条第5。作为一个协会，对于现在中央高度重视的反垄断法，难道没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吗？第3个问题是关于政治问题。这里呢，我提3个观点。第一是，我们要警惕网络时代的文革遗风。我们这个时代在技术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，就是网络、人工智能、资本。资本控制平台，资本具有优势，资本具有垄断地位，资本拥有算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正如刚才张建伟老师所说的，新闻到底在哪里？真相到底在哪里？很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关在一个小书屋，而真正的事实、真相、新闻是被这些技术的操纵。刚才我所讲到的张泽汉事件的813，就完全展现了这样一种技术特点。这是我们要警惕的第一点，警惕网络时代的文革。这些技术，他们会完全不顾法治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，并且用技术来打击竞争对手。第二点是，我们一定要警惕虚假的民族主义。我们中国人民都是爱自己的国家，都有一腔热血，这就是我们的珍贵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。但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有真假之分。有一些人现在利用民族主义，为了打击竞争对手、打击他人，利用民族主义来制造舆论恐怖，来迫害中国人自己。中国人迫害中国人自己，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反民族主义、反爱国主义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。第3点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一定要坚持法治原则。法治是最大的正治。党中央在2014年就发布了关于依法治国的决议。法治
是中央高度重视的一个原则。法治关切了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，落实到实处，那就是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、司法审判、司法立案，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。我们不能以模糊的理由、口号的理由、拖沓的做法来拒绝一个公民为自己权利申辩和保护的诉讼请求、立案的请求。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那我们的立案登记制岂不是历史空文？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，我们的法治国又如何建立起来呢？所以今天我所讲的这些主题呢，是张德汉事件，受害人是张德汉个人。但是我刚才讲的3个问题，如果不解决的话，在今后受害人就不仅仅是张德汉这一个人，可能是你我他，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受害人。所以在这个时代，我们更重要的要高度重视法治，以法治来解决社会利益的冲突，保障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稳定。所以，我希望张德汉事件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。谢谢各位。